习近平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口号治国。美国之音，邓玉文。脱口秀演员李浩石的所谓辱军事件，肇始于李浩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词恰恰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将其一转嫁挪作他用。中国是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了党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与时俱进。一类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个人权利的，如2个维护、2个确立、4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式特色。奥维尔在他的1984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集权国家大洋国，他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也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把它们称为革命词语或革命大词，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语词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语词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习这儿，他把这些革命语词的含义复活了。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人们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干瘪无趣，内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说，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使得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这种情况在今天又被复活。曾几何时，鉴于革命语言在文革达到极致，让人们对这种表达方式憎恶到极点。文革结束后，思想解冻，此类貌似崇高神圣的政治语言成了小说家和艺术家们无情嘲笑的对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说就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尤其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这2部室内情景喜剧，他们人物对话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语言的反讽上。那些革命语言通过剧中人物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其内在的荒谬性立刻显露无遗，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达到消解这些政治语言意义的戏剧效果，以致他们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当权者的标准看，无论是二王的小说，还是这2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浩石事件要严重得多。可在当时，观众都没把它当回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习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然而，这一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烟消云散。习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是试探性的，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毕露。习在建立集权统治的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
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中共，但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要和西方接轨，他渐渐隐身。儿媳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这使他接受和运用这一套革命语言的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陈出新。比如习爱在讲话中引毛的诗词，他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那儿，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这儿，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腔作势。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让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些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触碰了这些敏感词，轻的通报批评，重的判刑。李浩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像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由于被大众默认为是解放军的专利，也就不能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也是触犯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人们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确圈定不能触碰的政治敏感词，此类词语的运用要更加小心，因为在出问题前，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可以说，李浩石事件见证了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的回归。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请大家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乌克兰大反攻是最后机会，对中国有何影响？德国之声作者张俊华。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不仅对乌克兰带来了灾难，而且给整个西方阵营带来了战后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这几个月的发展表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其战争能力上已经达到极限。而乌克兰的大反攻将什么时候到来？对全球的安全格局，甚至中国的台湾政策有何影响？在欧盟的一次首脑会议上，德国总理肖尔茨呼吁对俄罗斯的战争罪行进行始终如一的惩罚。肖尔茨的话得到了欧盟成员国的响应。目前，欧盟正与泽连斯基政府合作，对乌克兰的战争损失进行登记，以便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而在之前，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 （Merrick Garland） 在4月17日已经表示，打算任命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法律顾问，协助乌克兰调查和起诉俄罗斯军队涉嫌犯下的战争罪。这名检察官将在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安德里·科斯汀 （Andriy Kostin） 会晤后，常驻设在海牙的欧洲司法机构欧盟刑事司法合作机构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显然，如果要对普京和俄军战争罪清算，前提条件是要打败俄军。而这个正是西方民主阵营与乌克兰一起努力的。当然应该承认，西方各国之所以在目前造这个声势，实际上也是为乌克兰大反攻创造一种氛围。而对俄罗斯的战争罪的清算，将是一个大反攻胜利的重要的标志，也是乌克兰重建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只有通过清算和赔偿，才会使得重建得到保障。而这个战败的俄罗斯，将是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要知道，这个目标在半年前似乎对西方还是不可想象的。出其不意的大反攻，本来人们以为乌克兰土地一旦进入干燥期，乌方的全面反攻就会发生。但是泽连斯基显然考虑得更周全，为了确保乌军有足够的武器、弹药，而更重要的是避免乌军在大反攻中大批人员的伤亡，不急着出手。乌克兰知道，俄罗斯在占领区已经设立了好几道防线，从雷区到防坦克壕沟，再到无数火炮防护阵地和无边际的龙牙水泥墩，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海陆空以及电子武器等联合作战的能力，反攻或者很难成功，或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今，几乎1/3的乌克兰军队已拥有北约标准的装备，它的防空系统网络正在围绕大部分新的西方系统形成。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已经有了射程在125英里以上的远程导弹、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如果再配上乌克兰可能获得的100多架F-16战机，
以及一个良好的联合作战的系统和来自发达国家的军事情报，那么大反攻获胜的几率是很高的。当然，也应该看到如下的事实，即乌克兰能获得 F-16战机固然是件好事，但是训练使用这些战机的飞行员以及维修人员，最快也许得2至3个月的时间。这样设计出一套由空军一起参与的大反攻，目前似乎时间过早。但这仅仅是理论上而已，如同去年乌克兰军队收复哈尔科夫地区一般，乌军在这次大反攻中也必然要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方式进行。当然，乌克兰在大反攻前会使用一切力量，尽量的摧毁敌方的后勤补给，或者对容易获取的地域进行小规模的攻击，或者让类似于最近的俄罗斯反叛组织进入俄罗斯，转移守卫在占领区的俄军的视线。最后一次机会，这次大反攻的意义极其重大。首先，今后这样规模的大反攻，由于工程巨大，很难重复多次。就如捷克总统提醒泽连斯基所说的那样，这次大反攻是乌克兰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的话似乎有点说绝了，但即将发生的大反攻的结果确实将决定今后欧洲安全的格局。乌克兰政府自然是最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从这次大反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及最大范围收复土地，也必定是其计划之中。但是今后在大反攻的战场上，到底会有什么结果？笔者以为，由于地理和军事各个方面的因素，乌克兰在今年大反攻有3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全面的取胜，即把俄罗斯军队赶出所有被占领的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但是，这种成功几率在今年剩下的半年时间内似乎不是很大。另一个可能性则是，乌克兰军队把顿巴斯暂时搁置起来，但把到里海海岸的领土以及整个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夺回来。这样，乌克兰重新获得对里海和黑海口岸的控制，而后者对乌克兰今后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最后一个可能的结果也是最坏的结果，那就是乌克兰大反攻的尽管夺回一些被占领的土地，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如果是这样，以后一场持久战不可避免。如果按照上面所说的前2种大反攻的结果来推理，很可能造成普京的下台，不管是以他退休还是被他周围的人推翻的形式。因为只要普京丢失像克里米亚那样的宝地，同时他的黑海舰队也要受到重创的话，普京的最高领导地位很难保住。而只有他下台，对战争的清算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瓦格纳雇佣军集团的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金最近警告说，俄罗斯可能面临一场战争失败，从而引发类似于1917年的革命。大反攻对中国的影响。尽管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似乎努力地从事调停，但北京心里实际上已经在准备迎接一个被大反攻打败的俄罗斯。前不久在西安召开的中国与中亚5国的首脑会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方面准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北京尽管通过乌克兰战争从俄罗斯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能源，但一旦俄罗斯战败，这种能源供应是否持久还是个问题。所以中共为了防一手，不妨跟中亚的能源国家先做好照应。当然，习近平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普京的而俄罗斯，或者说，即便北京失去了普京，也不能失去俄罗斯。这就是为什么他即便在派李辉到欧洲和乌克兰去的同时，自己最近亲自接见俄总理米舒斯京，让其转达对普京老朋友的亲切问候，并表示中国愿意在涉及共同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强有力的相互支持。但是，在目前乌克兰准备大反攻时期，中国的军方更关注军事态势的发展。中国军队很想从乌克兰的军队对俄军的作战中寻找出今后对待台湾甚至是美国军队的策略。当然，出于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跟乌军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中国只能派军官到俄罗斯军校去研究乌克兰战争，希望从俄罗斯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战争体现出来西方的武器和科技威力，从爱国者导弹系统成功阻截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到马斯克的星链在战场上的汗马功劳，都对中国军事上的井底之蛙们造成严重心理打击。而即将到来的大反攻，能说明俄罗斯的军事神话的破灭，这就意味着北京不得不对自己的实际军事实力重新做一次评估，而如果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其结果则会造成武力夺取台湾的宏伟计划再次推迟。
且不说，台湾海峡本来就是一个天然屏障，美国目前对台湾军队的训练以及对台的军援，已使得台湾的自身抵抗能力大大增加，更不用说周围有美国和其亚洲盟国的军事存在。当然，可能促使中共推迟武力攻台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目前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高端芯片出口的控制，因为这样就自然拉开中国跟美国尖端武器的距离。而推迟统一祖国大业，这对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并不是很有利。但是，不能否认，已经习惯于机会主义的中共，在乌克兰大反攻成功后，也许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会重新回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路上。总之，政治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是根据现有格局的推理。有充分理由相信，今年大反攻后的局势将对全球民主阵营更有利。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30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 É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 客座教授。请大家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彭博，不止英伟达，还有这些企业弄潮 AI， 涨势看好。美国芯片设计公司 NVIDIA Corp 在5月24日发布了惊人的收入预测后的2天里，其市值增加了2070亿美元，为半导体行业遭遇坏消息季节之后的一线希望带来了好消息。然而，在追逐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还有一些其他技术公司可能会从中受益更多。有许多方法可以对这一预测和随后的反应进行解释。销售额比分析师预期高出 53%， 比该公司去年3月创下的历史记录高出 33%。首日上涨是美国历史上第3大涨幅，而2天的涨幅超过了全球仅有48只股票的市值。在 NVIDIA 市值增长2000亿美元的背后，还有2家最重要的人工智能革命推动者。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总部位于美国博伊西的美光科技控制着全球 52% 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他们的市值仅为1400亿美元。唯一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占据 DRAM 行业的 43%， 只是其领导的至少4个全球领域之一，而市值为3170亿美元。如果像 NVIDIA 和其客户所认为的那样，生成型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行业要起飞，那么像微软公司这样的巨头和 OpenAI 这样的新来者将会冲击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这些处理大量数据、分析视频、音频和文本模式，并输出人类创造的内容副本的机器将需要存储芯片。事实上，人工智能公司可能会购买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领域的 DRAM 都要多的 DRAM。这种对存储芯片的需求非常明确。NVIDIA 的人工智能芯片通过一次吸入大量数据，进行一次性计算，然后一次性输出结果，与标准处理器有所不同。但是，要实现这种性能优势，需要快速、无延迟地将信息输入计算机。这就是存储芯片的作用。处理器不会直接从硬盘读取数据，因为这样太慢且效率低下。首选的方法是将数据保存在芯片内的临时存储器中，但是这里的空间不够多，芯片制造商更愿意将宝贵的资源用于数字计算功能。因此，第二选择是使用 DRAM。当您一次处理数十亿个信息时，需要让这些数据近在咫尺，并能快速读取和写入。系统中缺乏足够的 DRAM 将显著降低计算机的速度，抵消了在运行复杂的聊天机器人上花费1万美元购买最佳处理器的价值。这意味着对于每个高端人工智能处理器的购买，可能会安装高达1TB 的 DRAM， 这是高端笔记本电脑的30倍。这种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意味着，根据总部位于台北的研究机构 TrendForce Corp 的数据，用于服务器的 DRAM 销售额将在今年超过用于智能手机的 DRAM 销售额。这些系统还需要能够在附近保存大量输出数据，以便可以快速读取和写入。这是通过使用 NAND Flash 芯片来实现的。这种芯片在智能手机和大多数现代笔记本电脑中使用。三星是全球领先者，其次是日本的 Kioxia Holdings Corp， 来自东芝公司的分拆和 SK 海力士。DRAM 和 NAND 在上个季度为三星带来了89亿美元的收入，远远超过 NVIDIA 从包括用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在内的数据中心业务中获得的43亿美元。然而，这是三星存储部门7年来的最差表现，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存储销售额只占总收入的一小部分。
这两个数字都有望增长。对于每个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销售，将会有另外10几个 DRAM 芯片被出货，这将为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带来更多收入。随着 NVIDIA 的增长，这3家公司将控制着 DRAM 市场95%的份额。毫无疑问，人工智能革命已经来临，而制造酷炫的聊天机器人、无处不在的搜索引擎和高性能处理器的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那些生产无聊的就存储芯片的公司也不会被遗忘。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